其实，作为一名政法干警，我心里很清楚。首先，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。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永荣逼的，我是去诬告的，你办的案子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，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？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，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。可是，太难了。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？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，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。眼看事情败露了，你不得不杀他灭口。你能不能不走来走去？你把我血压都走高。不是他们问东问西，我在这推三阻四，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、不老实，这样好吗？那他们问你什么了？你这么忐忑？他就问我。行，你别说，你这说出来，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。我跟你说过，李健，这次这风不小啊。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。以前有些时候是走走形式，这次不一样了。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。秦风向我汇报，洪亮在查131案。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。这洪亮是什么人？省市一部的，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，他要干什么？算总账，算10几年东平的总账。人家官儿做得越大，责任越大，小心是对的。乡亲们，听我说，袁立集团抢我们土地，占我们家园。今天我们讨要说法，他们不跟我们谈，说明什么？他们心虚。今天我们必须要个说法，还我们家园！还我们家园！
干什么用啊？我只是看看。哎呀，你慢着点儿。哎呀，知道了。骑慢点儿。你怎么带头在这儿闹事啊？不是闹事，我们的伸张正义。洪老师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跟大伙解释解释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？说好了的，大家听见了吗？好了，大家有所不知啊，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元力集团多，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元力集团呢？这元力集团的老板叫江远，他是洪老师的亲戚，是洪亮的小舅子，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元力集团。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吗？说一下，你这无中生有啊！你这样子，我可以去告你的。洪老师，你告我真害怕了。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？凭什么能告我？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，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，以权谋私，霸占我们的土地，我们能忍吗？不能！我们要讨司法，死抗！你说的那几个地方我们都去了，那个屁！你爽他！哥，我真不知道，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。那王玉不在这，他也不能怪我呀。哥，留着它也没啥用了，拿去发电吧。不着急，长生兄弟，我先给你充个电吧。谁？不认识。老实点啊！喂，没事啊，我是你哥，这是我新号码。你那啥，旁边有人没？没有啊。搁哪呢？安全不？安全。那个，你跑了之后，我就跟着跑了。他们没找你啊？我躲在我那个老宅子里了。哥，你后面准备咋办呢？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，这出省的。晚上9点，对不？对。这么的，你帮我跑一趟，上完货，你把那8号车皮的门你别锁，你给我这留着，听着没？啊啥呀？我问你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现在这出城的公路，公安都设了卡子了。那城里，陈胜龙人到处抓我呢，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，我只能用这方法出去了。行，你放心吧，哥。哎，办周全点啊。好，那我先挂了，哥。
啊！挪开，我得进去。不行啊，哥，现在那个外来车辆不让进呢。我有急事，我回家，是我。那你也不行，大哥，弘毅大哥给我下的命令。给我看着车。好。亮子回来了，哎，你回来了，哎呀，快赶紧你可算回来了！你看看你爸呀，赶紧看看，快赶紧看看，把给气成这样了！你躺，你快，你回来干啥呀？你躺着，你躺着，你别动，别动。你是摔哪儿了吗？这没事，这一把那真不是个东西。你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？把我主任，你跟他们说是咋回事啊？咱洪家村这块地呀，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。原理公司，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来公司，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。弘毅呢，觉得补偿款给他少，他不同意啊。这前2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，他就觉得什么呢？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，所以他现在一直在闹事儿。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，历经土质，打下了基业。600年建，咱不跟你一样啊，不归的。我们邻里和睦，安居乐业，其乐融融，互帮互助。可600年后的今天，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儿，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。你躺着，别动啊！慢点。今天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把喇叭给我。主任，给我。这是政府的决定，这事跟洪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，你给我走不了，这事得唠明白。今天你要唠啥明白？我1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，我都没听懂，我都不知道啥情况。你要唠啥明白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啥政府的决定啊？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？你们家爱占便宜，当年村里分土地。你们家就比别人多3分，你们家一直如此。弘毅，咱说话讲点良心，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着，我家啥人，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？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，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啊？你说我忘了，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，现在这个老校舍成你们家仓房了，堆的全是你们家东西。那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，就是那个脱骨机。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的用过的教具啊。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，得留下来，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。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？好，大娘，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，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？你们收了多少回扣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，人出差来了。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，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？他是为了看老人吗？没有征地的事他能来吗？洪亮，你结婚多少年了？甭说你小舅子，你媳妇儿回来过几次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个臭小子，那是我们家事儿，用得着你在这胡咧咧？你走！我
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走！大头，看着。求了。这儿。喂，李现，我是王宇，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怎么了？想通了？我跟程胜龙闹掰了，他现在想要弄死我，他带了很多人来我这火场，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？我马上就过去，最多20分钟，你坚持住，等我啊。还有个事儿，陈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，你得去查，他背后有个叫那个于天成，他跟那个江源在合作。你快点儿，你来晚了，我真就让他们给弄死了。喂，王玉，给我打电话给许延武。喂，老许，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，他有危险，你马上派人过去。我也在路上。好，不多说了，快点啊！哎，老张，过来把字签一下。去那边看看。仔细找。看仔细了啊！真不赖我，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，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，区里批的。光区里批不管用，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？我做通了，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。那个天龙集团你知道吧？他们真正的老板叫陈胜龙。你认识陈胜龙啊？我不认识陈胜龙，但是他也想拿你们村的地。所以呢，就去争了一下，但实力又不够，所以区里就批给我了。现在他冲着我来了。姐夫，要我说啊，那陈胜龙他就一地道黑社会。你不是在专案组吗？你查查呀。
儿子。哎，这怎么到网上去了？这谁弄的？怎么那么快啊？你看，哎呀，我这手机上也有，你看看，这怎么全都有了啊？儿子，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吧？要是看见了，他能够信吗？我知道这个叫舆情。你们领导能把他们都删掉吗？儿子，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见这个，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？今天这事儿就怪你。你说你我拦你都拦不住，你要干什么去吗？你看看你把这事儿弄成这么糟糕，怎么怪我呢？我去，我只是把这件事跟他们家小远给他扯开，我怎么知道他玩这一套啊？你扯开了吗？你还是没扯开呀！你这是着了人家的道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谁让你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呀？啊，还有，你要是不推他那一下，弘毅能当场赔死赔吗？你还扇了他一个大耳刮子呢。好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走，趁着天黑，今晚就走，离开这里，离开洪家村儿。这大半夜你让我上哪儿去？你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那人明天弘毅再来怎么办？那明天要再来，你在这儿那就是个麻烦。你要是不在这儿，一切就烟消云散。他散不了，人明天带更多的人过来，指名道姓骂你，骂咱家，欺负你们，咋办？他们来干什么我们管不了，但是我只要管住你爸这张嘴，那就啥事儿都没有。不是，快走！我爸我妈在这儿，然后他们……哎呀，你快走吧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儿子，东西拿着。一鱼一山一彩
沧海桑田，光阴流转，记忆里一个忙碌的身影不断，一字一句，一来一去，风来云去。我儿子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回忆里永远等待的话语，苦辣酸甜都藏在妈妈做的饭，这充满一生的滋味，离家后才开始体会。故事结尾，总伴随离别的眼泪，一句放弃，给你最后的安慰。为了世间的能看，闯出点动静给他们看。为了心里的月圆，离家的我总想回头看。为什么走得越远，越听见摇篮曲在耳边？为什么飞得越高，越想念？张伟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还在洪家的村上。你那边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些，这样，你先在洪家村待命。不赖我。那这么的，我今天我回海州完了，我跟您当面说明一下这个情况。我只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，等我消息。知道。故事结尾，总伴随离别的眼泪，一句放弃，给你最后的安慰。为了世间的能看，闯出点动静给他们看。为了心里的月圆，离家的我总想回头看。大哥，你到哪儿了？我藏不住了，我都。我已经进大门了，我现在左转，马上就到你楼下。哎，开反了！开反！你往回开！什么？我在火车顶上，附近那个铁轨，顶上。对，这儿呢，这儿，大哥，这儿，大哥，大哥，我看到了。别跑！
我服。洪大哥，你赶紧回来，王玉死了。啊？对，李典现在正在赶过来的路上。至于这个王玉嘛，伤势过重，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。王玉是重启万海案的关键，这岔口在东平地界上被枪杀灭口，你这个公安局长是吃白饭的吗？单书记，对不起啊，这件事情我有责任，是我失职。失职？你想的简单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，这是冲专案来的，是重大事件。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，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。我告诉你啊，要出动全部警力，挖地3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。一定照办。要快。宋组长，经排查，发现事故当天晚上在矿区出没的可疑男子。经当班组长陈辉比对，基本可以确认，此人正是涉嫌制造人为事故的熊二强。把视频送到省技术中心做技术还原。是。你们都仔细排查过吗？查过了，视频有点模糊，匹配人员较多，排查过程很复杂。筛查出当天晚上出现在矿山10公里范围左右内所有的可疑人员。是。折腾了半辈子，就折腾出俩包来。咱先出去，出去了，咱再想办法。我走。外面的字儿我一个不认识，我话也不会说，我出去干啥呀？我咋活呀？给外国人平事儿去，聊得明白吗？哥，我们要是留在这儿就是死。不明白吗？小龙，天哥的，咱找老师去，他肯定有办法。找老师干啥呀？阿哥，这么多年，老师还把咱们当家人吗？早没了。老师现在的家人是江源，老师跟江源那是生意，现在生意没了，老师肯定能摆平。他现在还有靠山呢，啥靠山呢？老师的靠山是江源他爸呀。哥，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老师干不出卸磨杀掠、过河拆桥的事儿，他不是这种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天荣啊，那我去求他，我给他跪下，我求他，行吗？跪个屁！都不是一家人了，跪啥跪呀？他的家人是江源。
天了，经过这么多事儿，我真的累了。你走吧，我去找老师去。 宋院长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李建章在做笔录。宋队，哎，徐局，哎，好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海东省检察院第11部的检察官曹野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徐局。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，事关重大，我们想请李姐去趟专案组，详细了解一下情况。没问题。 这笔录啊，马上就结束了，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。宋队啊，你也带上。哎，那谢谢徐局。哎，不客气。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。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，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。你跑得了吗？你媳妇儿跑得了吗？你媳妇儿帮人抢了矿，那案子是你办的，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？你这点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？ 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，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？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？你隐瞒什么呢？你估计什么呢？你可千万不能说呀！这个家怎么办？孩子怎么办？琪琪还小，这个家不能散呀！那我要不说。 老师后来自己知道了，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？官儿做的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能喝酒吗？因为你是政法干警，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，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询问，而不是被铐起来，送进审讯室，被当作犯罪嫌疑人。我能喝口酒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。 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间，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。
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，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，你怎么证明？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，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？李仁俊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，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，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。眼看事情败露了，你不得不杀他灭口。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？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？你怎么想组织解释？能喝口酒吗？能，还是不能？子越，你去找找。后备箱。其实，作为一名政法干警，我心里很清楚。首先，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。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，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？可是，太难了。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？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，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，我能坦白，也许王玉就不会死啊。